发现婆婆偷偷剪断刹车线，我假装不知。老公开去出差，当晚交警来电，你车坠崖了，死者是赤身的一男一女。婆婆掀开白布，当场崩溃。那天下午，我从超市回来，手里拎着2大袋东西，一袋是周末要用的菜，一袋是给婆婆买的钙片和维生素。她上次说膝盖疼，我专门问了医生，说老年人要注意补钙。车停在小院的车库里，我推门进去放东西，余光扫过车轮的时候，脚步忽然顿住了。刹车线断了，不是磨损的那种断，不是老化开裂的那种断，是被人用工具剪断的。截面齐整，金属丝断口处还泛着冷冽的光泽，在车库昏暗的光线里，像一道刚愈合就被撕裂的伤疤。断口的位置很讲究，不是一踩就断的深度，而是留了一小节连着的，让你正常行驶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异常，但一旦在高速上遇到紧急情况需要重刹，那一小节残留的金属丝会在瞬间崩断。我蹲下来仔细看了很久，心跳很稳，呼吸很匀，手指没有发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平静，可能是1年多的婚姻生活已经把我的神经锻炼得足够坚韧了。我拿出手机，打开相机，对着刹车线拍了好几张。拍完之后，我站起来，把手机揣回口袋里，弯腰拎起购物袋，推开车库和客厅之间的门，走进厨房，开始收拾刚买的菜。西兰花放进冷藏格，牛肉用保鲜膜分装好，婆婆的钙片和维生素放在她床头柜的第2层抽屉里，她习惯睡前吃。我洗了手，换了一身家居服，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了电视。从头到尾，我没有报警，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没有质问任何一个可能进过车库的人，因为我不用查。车库里有一双旧布鞋，鞋底沾着一小块银色的金属屑，和刹车线的断口颜色一模一样。那双鞋是婆婆的，她已经很久没穿了，说是鞋底太滑，走路不稳，但我知道她上周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来洗过，说留着干点粗活的时候穿。她大概不知道剪刹车线这种活也是会留痕迹的。我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靠在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杯子是我和陆演的结婚照定制杯，照片里我们穿着白色情侣衫靠在一起，笑得像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对。他笑起来的时候，左边有一颗虎牙，看起来憨憨的，和他平时在公司里不苟言笑的样子判若两人。结婚1年，所有人都说我们有夫妻相，说陆演是难得的好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下班就回家，工资卡上交，朋友圈封面是我们的婚纱照。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夸他好几句，让我好好珍惜，别耍小性子。我也以为自己捡到了宝，直到3个月前，我在他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了那个人。不是我想查，是他那天洗澡的时候把手机落在餐桌上，屏幕没锁，微信消息弹出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旁边吃饭。消息内容不长，就几个字：想你。昨晚很开心。发送者的头像是一个女人的背影，穿着吊带裙，腰很细，逆着光看不清脸。她洗完澡出来，我把手机递给她，说有人给你发消息。他面不改色的接过去，划开屏幕看了一眼，说同事，开玩笑的，然后把手机揣进兜里上了楼。我没有追问，因为他的语气太坦然了，坦然的让我觉得如果我再追问一句，就是我小题大做，疑神疑鬼，不懂事。但那天晚上他睡着以后，我做了2件事。第一件，我用他的指纹解了锁，
把他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二件，我查了他的消费记录，他给那个女人赚了很多次钱，金额从小到大，从几百到几万。最近的一笔是半个月前，10万，转账备注写着买开心。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开心值10万块，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在我身上花过超过1000块的礼物。求婚戒指是银的，他说钻石是智商税，等以后有钱了再补。我信了。现在他随随便便就给另一个女人赚了10万。那个女人叫秦薇，名字挺好听，照片也挺好看，大眼睛，尖下巴，嘴唇涂得鲜红，笑起来有一种不自知的轻佻。他和秦薇的聊天记录里有大量关于我的内容。他叫她宝贝，叫我那个女人。他跟她说，和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应付家里，他妈不喜欢我，迟早想办法离。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用词随意而亲昵，像是在讨论一件需要处理的旧家具。我把所有聊天记录截图、转账记录截图全部存在了一个加密的云端文件夹里，然后退出微信，清掉使用痕迹，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闭上眼睛。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厨房煎鸡蛋了。厨房的窗户开了一条缝，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凉，油烟机的声音嗡嗡的响着。他打着哈欠走进来，从背后搂了一下我的腰，说老婆，辛苦你了，下巴在我肩膀上蹭了一下。我笑了笑，说不辛苦，快吃吧，吃完上班。日子照常过，洗衣、做饭、上班、回家。他加班越来越频繁，出差越来越多，有时候周六也在外面跑业务。我从来不问他去哪，他反而会主动报备，发定位，发照片，偶尔带一盒当地特产的点心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定位全是从别人的朋友圈到的，照片也一样。甚至有一次他发给我的客户合影，是从对方公司官网上截的老照片，时间戳对不上，我查过，但这些事我都没有说，我只是安静的准备着。我找到了秦薇的住址、工作单位、社交媒体账号，把他和路演的聊天记录按时间线整理成了一份 PDF， 标注了每一笔转账的日期和金额，精确到分。我还顺手查了一下路演名下的信用卡副卡，他跟我说那张副卡是给他妈用的，实际上持卡人是秦薇。我甚至把他和秦薇最近一次开房的酒店监控录像都拿到了手，大堂、电梯、走廊3个角度的画面，时间戳清清楚楚。拿到录像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了一遍，我以为自己会难受，但看完了只觉得好笑。他每次出门前都要我在玄关帮他整理衣领，说老婆你弄得最好，然后穿着我整理好的衣领去见另一个女人。做完这些，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对着窗外的夜色慢慢的喝完了。我想起我妈常说的话，婉婉，夫妻之间要互相包容。妈，我很包容了。我包容到把他所有出轨的证据都整理成了一个文件夹，包容到帮他拟好了离婚协议的初稿，包容到准备把这份大礼在他最得意的时候送给他。但我没想到的是，婆婆比我先动手了。她没有包容，她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剪断我的刹车线，让我死。我一直知道婆婆不喜欢我，从第一次见面她就不喜欢，嫌我个子不够高，嫌我家境不够好，嫌我一个做设计的配不上她儿子。结婚后，她隔三差五来家里小住，每次来都要把我从头到脚挑剔一遍，菜咸了，地脏了，衣服洗的方式不对，洗发水的味道她闻不惯。后来她嫌弃的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连我晾衣服时衣架的方向都要管。陆衍从来不为我说话，他妈说什么他都听着，偶尔附和两句，偶尔闷头吃饭。他的沉默不是中立，是默许。但我还是忍了。逢年过节给他买礼物，他过生日我张罗，他腿疼我陪他去医院挂号拿药。我以为一块石头捂久了也会热，但有些人的心比石头还硬。既然他想要我的命，那就别怪我把他最在乎的东西也拿走。思绪收回来，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电视里新闻播报的背景音和楼上婆婆在房间里走动时老地板发出的轻微咯吱声。窗外的天光已经开始暗了，院子里那棵枇杷树的影子投在窗帘上，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我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水，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拿起手机给陆衍发了一条消息：老公，明天出差我就不开车送你了，你自己开车去，路上小心。他很快回了：好的老婆，你早点睡，不用等我。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隔着屏幕都能想象他说这话时的样子，嘴角带着笑意，眉头微微扬起，好像真的在关心我。我看着那行字，想象他此刻也许就躺在秦薇身边，一边用温柔的语气回着妻子的消息，一边和情人用手指在彼此的手心画圈。然后点开手机相册，翻到今天下午在车库里拍的那张刹车线的照片。截面的金属断口在照片里依然清晰，放大之后能看到剪切时留下的细微咬痕，是那种老式钳子夹出来的，齿口不够锋利，所以金属丝有一小节被压扁了。我把照片放进同一个加密文件夹里，和那些聊天记录截图、转账凭证、酒店监控录像放在一起，然后关掉手机，起身上楼，路过婆婆房间门口的时候停了一秒。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她在里面不知道在忙什么，有抽屉拉动的声音，还有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响。我抬手敲了2下，用平常的语气说了一句：妈，钙片我买好了，放在你床头柜第2层抽屉里了，记得吃。然后回了自己房间，关上门，一夜无梦。第2天一早，陆衍出发了。他出门的时候，我还在厨房里煎蛋，围裙系在腰上，锅里的油滋滋的响。他拖着行李箱走到厨房门口，探进半个身子，西装已经穿好了，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身上喷了我送他的那瓶古龙水，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利落。老婆，我走了，他说，声音低沉好听，带着一点清晨还没完全清醒的沙哑。这个声音我曾经觉得是世界上最让人安心的声音。我转过身，把锅铲放下，走过去帮他整理了一下领口，这是每次他出门前的习惯动作，他大概是把这个当成了仪式感。路上小心，我帮他扯平了领子，又顺手弹掉他肩头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到了给我发消息。好。他低头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嘴唇有点干，触感像一片枯叶。这几天辛苦你照顾我妈。不辛苦。我笑了。他拖着箱子穿过院子，打开车库的门。我等了几秒钟，然后走到厨房窗前，从窗户的缝隙里看着他把车倒出车库，沿着家门口那条小路拐上了大路。尾灯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路口的梧桐树后面。那条路我太熟悉了，出了小区左转，经过3个红绿灯上绕城高速，再从绕城转京昆高速，全程大概4个半小时。其中有一段盘山路，弯多坡陡，路边就是100米深的悬崖，崖底是一条枯水期的河谷，乱石嶙峋。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
放在料理台上，然后继续煎蛋。不到2分钟，婆婆的脚步声从楼梯上响下来。她的脚步轻快的不像一个膝盖疼的老人，踩在木楼梯上咚咚咚的，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劲头。她走进厨房，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了一件暗红色的开衫毛衣，脸上的表情是我熟悉的挑剔和冷淡，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不自然的光亮，像是藏了一夜的兴奋终于找到了出口。妈，早。鸡蛋要几个？我转头看了他一眼。你还有心思煎蛋？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和平时不太一样，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终于绷不住的颤抖。你就不问问你自己的车为什么突然刹车失灵了？我的手停在半空中，锅铲上的油滴了一滴在灶台上，然后我转过身。他的表情我至今忘不了，那张布满细密皱纹的脸上挂着一种得意的近乎癫狂的笑，和平时那个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婆婆判若两人。她嘴角歪着，眼睛亮得有点不正常，好像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等了好久好久。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很陌生。这个女人在我家住了3年，吃我做的饭，穿我洗的衣服，用我买的药。现在她站在我面前，笑着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的车为什么刹车失灵。你在说什么？我问，声音很平，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不用装了。她靠在门框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我已经把你车上的刹车线剪了一半，踩下去的时候不会断，只有遇到紧急情况才会断。你这种开车谨慎的人，平时肯定不会发现。他的嘴角越翘越高，声音里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缓缓放下锅铲，靠在料理台边沿上，双手向后撑着大理石的台面。围裙带子勒着我的腰，灶上的煎蛋在油锅里发出焦糊的味道，但我没有回头去翻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他失声笑了出来，好像我这个问题天真的可笑，因为我儿子不需要一个不听话的老婆。我给他挑了好几个条件好的姑娘，他偏偏娶了你。结婚1年多肚子没动静，让你去医院查查你推3阻4。你这种人占着位置不下蛋，不如早点死了给他腾地方。陆衍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的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只需要等他老婆出车祸的消息，然后难过几天，再然后娶一个他妈给他挑的，配得上他的。如果他也在车上呢？我问。他脸上的笑容凝了一下，像是卡在齿轮里的一颗石头。他的眉头微微皱起，嘴唇张合了一下，但没发出声音，大概没太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你说什么？我说，我一字一顿的重复，目光没有从他脸上移开。如果陆衍也在那辆车上呢？你是想让我死，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今天开的就是我的车？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眼眶撑开到一种不正常的幅度，眼珠往外凸，瞳孔急剧收缩，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轰然炸开了。他后退了一步，撞在门框上，后背和木头碰撞，发出一声闷响。那个得意的笑容还没有完全退掉，就被另一种表情覆盖了，是恐惧，铺天盖地的，毫无遮挡的恐惧。不可能。他的声音尖锐起来，像指甲刮过玻璃。他开的是他自己的车。他跟我说了他今天开自己的车。他本来想开自己的，我说，声音很轻，但他自己的车昨天送去保养了。你不信的话，我给 4S 店打个电话，你听。他的手开始发抖，整个人靠在门框上，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牙齿在打颤。
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喂，城西 4S 店吗？我是陆衍的家属，昨天送去保养的那辆奔驰 E300，今天能取吗？我开了免提。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生公事公办的语气，在安静的厨房里格外清晰。您好，陆先生的车子预计明天下午才能取，保养项目比较多，还在排队等零件，给您造成不便，非常抱歉。我挂了电话，看着他，他的脸已经白了，白得像厨房里那面刚刷过乳胶漆的墙。所有的血色从他松弛的皮肤底下撤退，只留下一种灰扑扑的、死气沉沉的白。他靠在门框上，身体顺着木框缓缓往下滑，手指抠着门框边缘，指甲盖都泛了白。他的嘴张着，想说话，但喉咙里只发出嘶哑的气音，像一个哑巴在拼命想要喊出什么。眼泪从他睁大的眼睛里涌出来，沿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但他自己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哭。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停地重复这3个字，声音越来越低。我不会害我儿子的，我不会，你已经害了。我说。他猛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跑上楼，步伐快得像一个掉进水里的人在拼命往上扑腾，完全没有平时那个慢悠悠需要人搀扶的老年人的样子。我听到他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抽屉被拉开又被摔上，东西掉在地上，然后是他的哭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楼上传下来，穿过天花板，震得厨房里的灯管都在微微发抖。他在哭嚎中反复喊着他儿子的名字，偶尔夹杂着几声含糊不清的不是的不可能，像一个坏掉的收音机在几个频道之间来回跳。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把录音功能关掉，保存文件。文件名我打了一行字：婆婆承认剪断刹车线。创建日期是今天早上7点43分，文件大小不大，但内容足够清晰。然后我继续煎蛋，锅里的油已经烧得太热了，蛋白边缘焦了一圈深褐色，散发出一股微苦的焦糊味。我把火关掉，把煎糊的蛋倒进垃圾桶里，重新磕了一磕。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家里的座机响了。客厅里的座机是那种老式的白色电话机，从我和陆衍搬进来就没换过，平时几乎没人用，只有快递和外卖偶尔打。但今天它响了，声音尖锐而急促，像有人在用指甲不停地抠门。婆婆从楼上冲下来的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拖鞋少了一只也顾不上，光着一只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披散的花白头发乱得像一团枯草。他扑向电话机的时候，差点被茶几腿绊倒，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听筒，按了2次免提键才终于接通。喂，喂，他的声音是颤的，整个身体都跟着一起颤。你好，请问是陆衍的家属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公式化而平静，带着一股训练有素的职业克制。是，我是他妈妈。婆婆的嘴唇在发抖，攥着电话线的手指节白得吓人。这里是交警大队，您的家属陆衍驾驶的车辆在盘山公路17公里处坠崖，已经确认了，请您来殡仪馆认领遗物并配合调查。听筒从婆婆手里滑落，砸在茶几上，发出一声空洞的回响。她整个人晃了2下，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老树，然后直直地向后倒去，后脑勺磕在地板上，闷响，没有流血，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瞪着天花板上的吊灯，眼球一动不动，只有嘴唇还在不停的无声的蠕动着，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祈祷。殡仪馆在城郊，一座灰白色的3层建筑，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
露出底下发黄的水泥。院子里停着2辆警车和1辆殡葬专用车，车身上的白漆被风吹日晒得有些发暗。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枝丫光秃秃的，几只乌鸦蹲在上面，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消毒水和旧衣服的味道混在一起，隐隐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腥的冷意，让人下意识的不想多呼吸。我跟在交警身后走进停尸间，步伐不快不慢，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回音。婆婆是被2个人架着拖进来的，她的腿软得像2根煮过的面条，脚面在地上蹭着走，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她的头发完全散了，披在脸上，被眼泪和鼻涕粘成了一绺一绺的。看到我，她忽然挣脱了搀扶的人，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手指直直地指着我的脸。是你害死我儿子！你知道刹车有问题，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我看着他，没有躲，也没有说话。他的手指离我的眼睛只有几厘米，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昨天剪刹车线时留下的黑色油垢。我闻到了他手指上金属屑和机油混合的气味，淡淡的，但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格外刺鼻。交警拦住了他，年轻的交警皱了皱眉，把他轻轻推开，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淡。阿姨，刹车的问题，我们回头会调查，眼下先认人。他走到一个冷藏柜前，拉开门把手，冷气像一条白色的蛇从柜子里爬出来，在空气中翻卷了一下就消散了。不锈钢台面上放着2个黑色裹尸袋，拉链拉到了头。停尸间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将近10度，冷气钻进领口和袖管，让人后颈的汗毛根根竖起。法医站在旁边，戴着手套，看了我们一眼。他的口罩上方露出2只疲惫的眼睛，眼白里布满了红血丝，大概是植了通宵的斑。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现场散落了很多衣物，但比较奇怪的是，他顿了一下，2名死者的身上都没有穿任何衣服。婆婆的身体猛地晃了一下，扶着墙才没有摔倒，枯瘦的手指抓着墙壁上的瓷砖缝，指甲盖都抠白了。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尖细的几乎听不清楚，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老猫。法医没有回答他，只是用戴着手套的手拉开了第1个裹尸袋的拉链。拉链发出低沉而顺滑的摩擦声，在寂静的停尸间里格外刺耳。袋口打开，露出里面的人脸，是陆衍。他的脸上有擦伤，但大致还认得出来。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暗红色的血块凝固在眉毛上方，头发里混着碎玻璃渣，在冷光灯下反射着微弱的亮光。他的表情很安详，安详的不像一个刚刚坠崖的人，倒像是睡着了。婆婆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整个人扑到儿子身上，双手拍打着冰冷的金属台面，声音大的整个停尸间都在嗡嗡的响。他的眼泪滴在裹尸袋的塑料布上，啪嗒啪嗒的响。儿啊，我的儿啊！他的哭喊声在停尸间里回荡，撞击着四面墙壁。交警拦住了他，把他往后拉。他不肯松手，手指死死地抓着裹尸袋的边缘，指洁白的几乎要刺穿皮肤。法医安静地挪到另一个裹尸袋旁，手已经放在了拉链上，却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要看吗？他问。要，我说。婆婆哭嚎的声音忽然停了，她转过头，满脸都是鼻涕和眼泪，但在她的眼睛深处闪过一丝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慌张，
是那种做贼心虚的人听到警察敲门时的本能反应。他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声音沙哑而急切：“不用看了，反正都是死人，有什么好看的？”他试图拉住法医的手臂，但法医退后一步，避开了他的手。我必须确认，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压得很稳。我丈夫最后和谁在一起，我有权利知道。法医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然后拉开了拉链。裹尸袋里是一张女人的脸，年轻、苍白，但还算完整。她的眼睛半睁着，灰白色的眼球已经失去了所有神采。即便如此，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秦薇。婆婆的瞳孔在看到那张脸的时候猛地放大，然后急速收缩，像一台坏掉的相机镜头在不停地对焦。她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嘴唇剧烈地哆嗦着，脸色比停尸间的白墙还要白。她是谁？婆婆的声音已经完全走了样，哆哆嗦嗦的，带着哭腔，又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垂死挣扎的侥幸。这个女的是谁？你不认识吗？我转头看着她，语气平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她叫秦薇，你儿子的情人。怎么，你儿子没跟你提过？你放屁！婆婆的巴掌朝我脸上甩过来，但被交警眼疾手快地拉住了。她在交警的钳制中挣扎着，双脚在地上乱蹬，脸上的肌肉扭曲成一团。我儿子不是那种人，我儿子不可能做这种事。你毁他名声。你名声？我打断他，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澜，但不是愤怒，是嘲讽。你不如问问法医，他们两个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停尸间里安静了，婆婆愣住了，她转头看向法医，眼睛里全是恐惧，不是失去儿子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与信仰崩塌有关的恐惧。法医低下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斟酌措辞。从现场散落物和遗体姿势来看，他终于开口，声音依旧是公事公办的平静。两名死者在坠崖时正在发生关系，没有及时系安全带，也没有采取任何避险动作。初步判断是失重状态下无法控制身体导致的致命伤。婆婆的身体晃了晃，腿一软，整个人滑坐在地上。她的手在地上胡乱地摸索着什么，最后只能抓住了自己的衣角，攥得指节发白。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儿子是天底下最老实的男人，他不可能！他的嘴唇在发抖，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但他的眼神已经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歇斯底里的想要撕碎一切的疯狂，而是一种彻底的崩塌。他脸上的皱纹在这一刻变得更深了，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拧了一下，整张脸都往下坠。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儿子的全世界，以为儿子什么都听他的，以为他剪断刹车就能除掉我这个眼中钉，让儿子重新找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儿子早就背着他和另一个女人勾搭在一起，而正是他亲手剪断的刹车线，让儿子和那个女人一起滚下了悬崖。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录音文件。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停尸间里响起，带着手机扬声器特有的微微失真，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已经把你车上的刹车线剪了一半，踩下去的时候不会断，只有遇到紧急情况才会断。婆婆猛地抬起头，脸上血色尽退，那张灰白的脸上所有的皱纹都在同一瞬间僵住了。为什么？因为我儿子不需要一个不听话的老婆，你这种人占着位置不下蛋，不如早点死了给他腾地方。
交警握着对讲机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法医摘下了口罩，露出下面一张年轻而震惊的脸。他的嘴唇微微张着，手套还没摘，悬在半空中，忘了下一步动作。录音继续播放，是我和婆婆的对话，是她亲口承认剪断刹车线的每一个字。她的声音在冰冷的停尸间里反复回荡，撞击着不锈钢台面、白瓷砖墙壁、冷藏柜的金属门，像无数把锤子在同时敲打她的头骨。我看着她瘫坐在地上，身体不住地往后缩，手指抓挠着地面，指甲盖划过水泥的发出滋滋的刺耳声响。她拼命想退得离那个声音远一点，但声音无处不在。妈，我蹲下来平视着她，声音放得很轻，像在哄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这条刹车线是你亲手剪的，害死你儿子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他张大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的手伸向裹尸袋的方向，手指在空中痉挛般的抓挠，像是想抓住什么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然后他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头一歪，彻底晕了过去，额角磕在水泥地面上，磕出了一声沉闷的响。我直起身，走到法医面前。不好意思，我说，声音恢复了平静。后续的事情，我需要联系律师处理。这是我婆婆蓄意谋杀的录音证据，我回头会交给警方。法医愣愣地点了点头，大概是还没从刚才的一切中回过神。年轻的交警已经在用对讲机低声汇报，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个词：故意杀人、刹车线、家属录音。对讲机那头传来一阵杂乱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急促的指令，让他保护好现场和证据。我转身走出停尸间，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依旧是清脆的一声一声，节奏和我来时一模一样。自动门在我身后缓缓合拢，隔绝了里面消毒水的味道和隐约可闻的压抑的哭声。我穿过殡仪馆狭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在灰色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一块矩形的光斑。我走进那片光斑里，站了片刻，让阳光把自己从头到脚晒了一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先打给律师。赵律师是顾氏集团的首席法务顾问，也是我外公顾长廷最信任的人之一。电话响了2声就接了，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他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录音是第一手证据，我马上联系警方固定证据链。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说任何话，一切都由我来处理。另外，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部分，我建议一起启动。好，我说。顾小姐，她的声音停了一下，在开口时语气里多了一层我很少在她身上听到的情绪，不是职业化的冷静，而是一种由衷的敬意。你做得非常出色，谢谢。然后我打给外公，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外公的声音沙哑，大概是刚睡醒午觉。他已经70多了，午觉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谁敢吵醒他，他就骂谁。但听到是我的声音，他的语气立刻从愠怒变成了关切。丫头，怎么了？你的声音不对。外公，我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在殡仪馆走廊无人注视的角落里，我允许自己软弱了1秒。陆岩死了，婆婆剪断了刹车线，她开我的车带着情人上了高速，坠崖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线了。你在哪？外公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沉，是我记忆中他每次做重大决定时惯有的语气。殡仪馆，待着别动，我让何叔去接你，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
外公，丫头，他打断我，声音里有怒火，也有心疼，还有一种他这个年纪的老人特有的，经历过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笃定。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从头到尾都不是。你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证据，剩下的事交给外公。我挂了电话，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走廊里偶尔有工作人员推着推车经过，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们的脚步不疾不徐，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没有人多看我一眼，大概在这个地方，什么样的眼泪和沉默他们都见过。我深呼吸了几次，把手机揣进口袋，然后睁开了眼睛。出殡仪馆大门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陆演的妹妹陆瑶。小姑子平时和我不怎么亲近，逢年过节见一面，客套几句就各自散了。她对我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只是维持着一种疏远的礼貌。但她和她妈不一样，她至少讲道理。电话接通，她的声音急促而慌乱，带着哭过之后的鼻音。嫂子，到底怎么回事？我妈打电话给我，说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刹车什么情人，她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一直在哭。我问她在哪，她也不说。刹车线是你妈剪的，电话那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出声音，那个声音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慌乱，而是一种近乎破碎的难以置信。你说什么？你妈今天早上亲口告诉我的。我录了音。她说她要让我刹车失灵出车祸，这样你哥就可以娶一个他挑的女人。我顿了顿，但你哥今天开了我的车，带着秦薇一起上了高速。坠崖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穿衣服。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瑶瑶，我说我没有杀你哥，但你妈想杀我。证据我已经交给警方了。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断了。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压抑的抽泣，不是悲伤，更像是愤怒和无力感交织在一起之后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声音。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颤抖，但比刚才平静了几分。嫂子，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打断他，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我替我妈。她的声音终于彻底哑了，后面的话说的断断续续。我替她，给你，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没有回答。对不起来的太容易了，容易到这3个字没有任何重量。但我也没有挂电话，只是安静的听他把所有攒着的对不起都说完了，然后轻轻的说了一声保重，挂了电话。傍晚，何叔的车停在了殡仪馆门口，是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车牌号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几个人不认识。车身在夕阳下反射出暗金色的光泽，和周围灰扑扑的殡仪馆环境格格不入。何叔穿着他一贯的中山装，站在车门旁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姿态挺得像一棵老松。他看到我从台阶上走下来，微微欠了欠身，替我拉开后座的车门。小姐，先生让我接您回家。坐进车里，真皮座椅柔软的包裹感从四面八方涌来。车内的空调温度刚刚好，中控台上有淡淡的檀木香，是何叔在车载香薰里惯用的味道。车窗外的殡仪馆越来越小，老槐树和树上的乌鸦变成了后视镜里的一个小黑点。我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那个家，不是我和陆演的那个家。那个家里有剪断的刹车线，有婆婆歇斯底里的哭嚎，有我在婚姻里咽下去的无数根刺。它是我过去1年半的全部生活，但它从来不是我的家。车窗外，城市的天际线在暮色里缓缓展开，华贸大厦、长亭中心、末世双子塔，那些建筑的名字和轮廓，
在晚霞的余晖里闪着光。我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认识每一栋高楼的轮廓，知道每一条江的流向。我曾是顾家唯一的继承人，坐拥一个商业帝国，挥霍着父辈积攒了几代的财富和荣耀。可后来我遇见了陆衍，他告诉我，爱情和金钱无关，他要的不是我的家世，而是我这个人。我被这句话打动了，义无反顾地嫁了，隐瞒身份，洗手下厨，学着做一个平凡男人的平凡妻子。我以为我找到了世界上最纯粹的爱情，到头来，这份纯粹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笑话。陆衍不知道的是，我根本不是他以为的那个家里有点小钱的普通家庭独生女。我是顾婉，顾长亭唯一的外孙女，顾氏集团第一顺位继承人，身家比他整个家族往上数3代加起来还要多。我嫁给他的时候，外公气得3个月没跟我说话，说我是凤凰落进了鸡窝，说陆衍那双眼睛不老实，叫我擦亮眼。我不信，现在信了。我当初有多笃定，现在就有多清醒。车窗外忽然闪过一栋熟悉的建筑，城西那家 4S 店，陆衍的车就停在里面，保养还没做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一件被我完全忽略的事。他开走的那辆车上有我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仪的储存卡里应该有车祸发生前最后的影像。我拿出手机给交警打了电话。你好，我是坠崖事故的家属，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调取那辆车上行车记录仪的录像？3天后，录像到了我的手上。我在顾家老宅的书房里打开它，书房很大，红木书架上摆满了线装古籍和外公收藏的瓷器，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在地板上，在波斯地毯上投下繁复的光影。外公坐在轮椅上，在落地窗边晒太阳，手里捧着一本翻旧了的《资治通鉴》。我坐在他旁边的紫檀木椅上，打开了电脑，画面开始播放。前半段是正常的行驶画面，陆衍开车很稳，秦薇坐在副驾驶，2个人有说有笑，偶尔还能看到他的手伸过去搭在他的手背上。他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在镜头里很扎眼。然后画面变了，山路、弯道，车速明显加快。秦薇的笑声越来越放肆，她的身体向陆衍倾斜过去，安全带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解开了。然后画面剧烈的晃动起来，车辆开始失控，陆衍的咒骂声，秦薇的尖叫声，轮胎摩擦地面的刺耳噪音。在剧烈的颠簸中，2个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衣物的碎片飞过镜头。然后车辆冲出了护栏，镜头里出现了悬崖的边缘，然后是天空，翻滚的天空和山崖的碎片，撞击声，玻璃碎裂声，金属扭曲声，然后是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画面定格在崖底的一片乱石上，镜头衰裂了，只剩下一半的视野。那一半的视野里是陆衍和秦薇倒在血泊中的身体，赤身裸体，像2具被抛弃的人偶。书房里安静了很久，外公放下了手中的书，摘掉老花镜，看着屏幕上的定格画面，沉默了好一会儿。丫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这个视频你怎么处理？我把电脑合上，交给警方。我说，同时发一份给媒体。外公看了我一眼，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你现在做事，他说，有你妈当年的样子。我低下头，没有说话。我妈当年也是被一段不值得的婚姻伤透了心，最后郁郁而终。我外公那时候无能为力，现在他把他全部的力量都交到了我手上。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第二天，视频的后半段被匿名发给了几家主流媒体。标题不是我想的，是媒体自己取的。刹车失灵坠崖案真相，男子携情妇车内激情，双双坠崖身亡。报道里详细列了事故的经过，但最劲爆的细节是，事故车辆的刹车系统存在人为破坏的痕迹，而警方已锁定嫌疑人，系死者母亲。这篇报道发出去不到半小时，就在全网炸了锅，点击量冲到全平台热搜第一。婆婆被捕那天，我去了现场，不是法院，不是派出所，是陆演和秦薇生前同居的那套公寓楼下。婆婆从警车上被压下来的时候，头发乱得像一蓬枯草，脸上的皱纹被泪水泡得发白发胀，嘴唇干裂起皮，暗红色的开衫毛衣扣子扣错了位，半边衣角塞在裤腰里。她的手腕上戴着手铐，金属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冷光。四周围满了举着手机的邻居和路人，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窃窃私语。一个大妈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这不是那个天天在楼下遛弯的老太太吗？怎么被抓了？”语气里全是吃瓜的兴奋。她看到了人群中的我，一瞬间，她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挣扎起来，手铐在手腕上哗啦啦的响。“你满意了？”她朝我嘶吼，声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喉咙里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血丝和唾液。“你害死我儿子，还毁了他的名声，你不得好死！”警察按住他的肩膀，把他往警车里塞。他的身体卡在车门处不肯进去，回头用那双布满血丝和脓性分泌物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走近几步，站在离他不到一臂的距离。周围的嘈杂声忽然变小了，看热闹的人安静了一瞬，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迎上去。“阿姨！”我压低声音，脸上甚至挂着一个淡得不能再淡的笑容，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你儿子的遗产，我已经找了律师重新清算，你和他一起藏的那些钱，我都知道。另外，你给秦薇买的那个理财产品还在你的名字下面，对吧？你觉得我会放过吗？”他的眼睛瞪得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嘴唇剧烈的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下颌像是被锈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两个警察趁他愣神的空档，把他推进了警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车窗里还能看到他扭曲的面孔和不停拍打车窗的双手，手掌拍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徒劳的响声，像一只困在玻璃罐里的飞虫。警车开走了，鸣笛声渐行渐远，小区的街道重新安静下来，看热闹的人群像退潮一样散去。阳光照在空荡荡的柏油路面上，远处有个清洁工在弯腰扫地上的落叶，扫帚划过路面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站在公寓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窗户，7楼东边第2间，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那是我丈夫和他的情人同居的地方，床单可能还没洗，冰箱里大概还有没吃完的水果，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大概也不会有人来收了。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上了车。半个月后，法院开庭，婆婆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的时候，我没有去旁听，只让律师代为出席。律师后来告诉我，他在庭上听到判决结果时当庭崩溃，对着法官大喊：“我不服，我要上诉，是他害死我儿子。”被法警架出去的时候，双腿是软的，2只脚在法庭地板上拖出2道长长的水渍。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上诉在铁证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录音、行车记录仪录像、物证鉴定报告，证据链已经闭合的滴水不漏。
连他的公派律师都在庭后私下跟赵律师说，这案子翻不了。而陆家的其他人在得知视频内容，在得知婆婆才是真正凶手之后，全部选择了沉默。陆衍的父亲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据说他在另一座城市有了新的家庭，对前妻和儿子的死讯只回了一条消息：已阅，不参加葬礼。葬礼是陆瑶一个人操办的，他在殡仪馆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声音沙哑地说：嫂子，我替我全家给你道歉。我说你不用道歉，你做你该做的事。至于秦薇的家人，他们不敢闹，因为视频里清清楚楚地拍下了他们在车上的行为，家属选择了低调处理，遗体当天晚上就拉走了，骨灰撒进了海里，连个墓碑都没有立，没有追悼会，没有讣告，好像这个人的存在被一只无形的手从世界上轻轻抹掉了。而我回到了顾家，外公让人把老宅3楼朝南最大的那间套房收拾了出来，推开窗就能看到院子里的荷塘和远处江水蜿蜒的反光。4月的荷花还没开，只有几片嫩绿的浮叶铺在水面上。何叔带着佣人把我所有的东西从陆家搬了回来，衣物、首饰、书籍、文件，整整装了20几个纸箱，工人们搬了好几个小时。陆衍送我的那枚银戒指被何叔单独放在一个小丝绒盒子里，问我怎么处理。我拿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扔进了垃圾桶。它落地的声音很轻，轻的几乎听不见。3天后，长亭集团召开董事会，我以第1顺位继承人的身份正式回归集团，出任执行副总裁。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全是跟了外公几十年的老臣和近几年引入的职业经理人。我推门走进去的时候，外公坐在轮椅里对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只用目光示意我坐到那张空着的副总裁椅子上。椅子是红木的，扶手被外公年轻时的手磨得锃亮。我坐下来，手掌放在扶手上，感受到木质温润的触感从掌心渗进来。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会议桌正中央的长亭集团 logo 上，金色的光斑晃过每一个人的脸。周敏律师帮我重新拟定了全部法律文件，包括和陆家彻底切割的财产清算、顾氏集团的继承权公证，以及后续可能涉及的所有诉讼授权委托书。他坐在我对面翻看文件的时候，忽然抬头说了一句：顾小姐，我做律师15年，你是我见过最冷静的当事人。是吗？我笑了一下，没有解释。他不知道的是，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里，我早就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周五，我约了陈瑶在老地方吃饭。他是我唯一一个从大学时代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的好友，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和陆衍之间所有细枝末节的人。我在嫁给陆衍之前，他是最激烈反对的那个，说这个男人配不上你，说他的眼神不正，说他不值得你为他放弃一切。我当时觉得他太现实，不够浪漫。现在想想，现实往往比浪漫更接近真相。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在火锅店里坐了2个多小时，锅底从沸腾煮到快要干涸，服务员来加了2次烫。我把这1个多月发生的所有事情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一遍，从车库发现刹车线，到婆婆亲口承认，到交警来电，到停尸间，到庭审。他全程没有插话，只是安静的听着，涮好的羊肉凉在碗里都忘了吃。我讲完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婉婉，你现在这个样子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顾婉。我愣了一下，火锅的热气在我们之间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你爱路演的时候，他说你把所有的光芒都收起来了，你变得不像你了。现在那个光芒又回来了。我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搅了搅碗里的麻酱。芝麻酱的浓稠漩涡在碗里缓缓转动，热气模糊了眼眶。我不知道是被火锅的热气熏的，还是别的什么。开车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开导航。车子沿着江边公路一直开，车窗开着，晚风灌进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江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火，对岸的写字楼群亮着密密麻麻的灯光，像一片发光的梯田。水流得很慢，把所有的光都揉碎了，又拼起来，再揉碎。这座城市的夜景美得让人分不清真实和倒影。车载音响放着一首老歌，旋律很慢，歌词听不太清。我忽然想起婚礼那天，我穿着自己买的婚纱，站在民政局的台阶上，路演拉着我的手说我会让你幸福的。那天风很大，他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有几缕粘在额头上，看起来傻傻的。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一个幸福到有些陌生的自己。6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幸福从来不需要等待别人去给予。手机忽然响了，是助理打来的。顾总，下周1的高层会议资料已经发您邮箱了。另外，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微妙起来。莫氏集团的莫总，您还记得吧？之前跟咱们有合作的那个。他听说您回来了，专门发了封邮件，想约您下周吃个饭，说是故人之间叙叙旧。莫思衍，这个名字让我愣了一下。上一次和他打交道还是在2年前，长亭和莫氏在新能源赛道上有过一个短暂的合作项目。他是莫氏集团的技术总监，我们在几次技术评审会上见过面。他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切中要害，是属于那种不需要多说话就能让人记住的类型。后来项目因为政策原因搁浅了，我和他也再无联系。我隐约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和看别人不太一样，但我当时把所有心思都扑在路演身上，从来没有往心里去过。顾总，助理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把邮件转给我。我说我自己回他。挂了电话，我把车速放慢，拐进了一条安静的梧桐小路。梧桐树的枝叶在头顶织成了一条深绿色的隧道，路灯的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洒在挡风玻璃上。我忽然想起外婆在我小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外婆是个信命的人，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命运给你的，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踩下油门，车子穿过梧桐隧道，驶向了灯火通明的城市中心。全文完。